在我没有发视频的日子里，一直有人问我干嘛去了，是不是准备放弃了？我说没有。其实呢，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命运继续做斗争。你看，我现在回来了，一切还是老样子。所以本期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电镀方面的内容。今天准备自制2种电镀液：镀铜以及镀镍。专业的电镀液配比太过麻烦，而且有些材料不好弄，除非你是化学区玩家，否则真的没这个精力来折腾。本期就分享一些简单且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电镀方案。第一个就是镀铜。这是自制的镀铜液，在了解它是如何配置之前，我们先来试试它的效果，以免让大伙失望。我知道你还有很多问题存在，这一点不用担心，后面会讲的。效果似乎不错。那么这样的镀铜液该如何自制呢？这其实就是硫酸铜溶液。我用的是铅酸电池的电解液，里面就是稀硫酸。准备铜线，将铜芯剥离出来，2个铜极分别连接到电源正负极，随便接。插入稀硫酸中通电，阳极也就是正极的铜极会吸收铜离子，与溶液中的硫酸结合成硫酸铜。一段时间后，溶液就会变蓝。前提是这样的电解需要功率稍大的电源，否则够你等的。我用的是一个服务器电源。电压12伏，峰值电流55安，只需要电解1分钟就可以了。之前我电解水的那个装置用的也是这个，上次忘记提及了。低温季节在开始电解前，请预热电解液，最好是加热到30-40度左右，看液体颜色差不多了。在这里我用的是手机充电器，只是为了照顾大众，专业的可调电源并非每个人都有。手机充电器有4根线，细心你就会发现有2根里面的铜芯会出现，这2根就是供电线。通常而言，红色为正极，黑色为负。电源正极接铜极材料插入溶液中，电源负极接镀件就行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镀液不能直接在铁上面镀，否则结合力很差。一般是氰化铜或是焦磷酸铜预镀。如果你非要用这种镀液在铁制品上面镀，请用镍打底。这些金属表面上面都镀了一层镍，至于如何自制镀镍液，我等一下会讲到。接上电源线，镀件接上电源负极，然后放入镀液中，你会发现气泡很大，这是错误的方式。这种方式镀出来的铜非常松散且发黑。在没有可调电源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在数据线上面串上一个电阻线流。在这里我用的是100欧的水泥电阻线流。这种镀铜都是慢工出细活，不要求快，应该以最小的电流测试。如果镀不上，或者说是镀成斑块，那就减少电阻阻值，增加一点电流度。具体电流值根据镀件的表面积而定。短时间镀表面还是比较光亮，前提是镀件表面也要抛光。当时镀厚了，表面就会失去光泽。由于是简易电镀液，没有任何光亮剂，这很正常。但是结合力比直接镀铁制件好很多。想要光亮的表面也并非没有办法，擦布上面涂抹牙膏，摩擦抛光就行了。你看，现在就光亮了。这种镀液想要在铁制品上面镀，请用镍打底，效果会好很多。还有一种就是置换镀法，适合一些家庭老旧铁制物件镀铜，使其看起来更像是铜制品。这个就是电石灯，我之前有一期讲过，它大部分是铁制的，我打算给它弄上去一层铜，把之前的镀液倒入塑料容器中，因为这玩意比较重，没拿稳容易砸碎烧杯。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，反正就是一点人生经验。把镀件放入其中浸泡，可以看到颜色发生变化了。看到颜色变得差不多了，就捞出来水清洗。泡久了反而镀层容易掉。
现在看起来收藏价值就高多了。与此同时，我这里还有一瓶购买的光亮镀铜液，等下试试看怎么个光亮法。我之前没有提及电镀前的预处理，那是因为不想浪费吃瓜群众的宝贵时间，并非是我没有按这个流程来进行。那么现在就来讲一讲，这是一根生锈的铁钉，第一步就是除锈，我用的是稀硫酸浸泡。第二就是打磨抛光。第三就是除油，我直接用氢氧化钠溶液除油，用洗洁精也是可以，泡个1分钟左右，拿出来清水洗一下，然后放入稀硫酸中活化，稀盐酸或是洁特金也行。活化的方式就是去除金属表面刚刚形成的氧化层，不同类型的金属其活化方式不同。水洗，迅速放入光亮镀铜液中电镀。低温天气请记得加热电镀液到30度左右，这种镀液是能直接在铁件上面镀的。你可以看到这种镀液蓝色要更深些。电镀过程要搅拌电镀液，使各个区域的铜离子浓度相当，镀层更均匀。为了方便观看，搅拌的画面我就剪掉了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拿出来水洗。镀出来确实比较光亮，而且免去了抛光。刚好我有一些银币，想要在上面镀这种光亮铜看看效果。第一步，将银币泡在氢氧化钠溶液中一段时间，去除污垢。取出，清水清洗，用擦布轻轻擦拭，污垢就掉了。由于没有洗银水来去除表面氧化层，这次打算用物理方式，直接用牙膏抛光表面可能存在的氧化层。一些银首饰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抛光，效果还是蛮好的。用洗洁精去油，放入清水洗去残留，放入镀液电镀，请记得搅动电镀液，一般镀个6-7分钟左右差不多了。镀得越久，镀层越厚，但是会导致镀件纹路失真，时不时捞出来看看就行了。镀好了就水洗一下，收藏价值瞬间就上来了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些镀铜过程我就不放出来了，镀铜要讲的就是这些了。接下来讲自制镀镍液，与之前的硫酸铜溶液一样，通电电解稀硫酸溶液，只不过这次要将铜极换成镍极。我们需要添加一点氯离子，防止阳极冻化，一般是氯化镍，在这里我用的是食用盐，加一点就行了，这样镍阳极就能正常溶解。阳极最好插入溶液中一点就行了，这样可以减轻电源负载压力，电线不易发热，而且溶解速度很快。溶液颜色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了，将镀液加热到50-60度左右，这是为了减少镀层的内应力，镀层不易开裂脱落，同时也是比较好散裂。为了方便观察，我打算在铜片上面镀镍。电镀前的预处理步骤刚刚已经讲了，所以就不再演示了。放入镀液中，如果镀不上，去掉限流电阻就好了，最好是以最低且又能镀上去的电流来镀。现在镀的差不多了。由于没有光亮剂，镀后了表面就没有那么光亮。解决办法可以用牙膏或者其他方式抛光一下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可以在一些铜或者铁件上面镀镍，虽然镍比较活泼，但是它也极其容易冻化，在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，就像铝一样，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和耐刮擦特性。我们平时使用的1元硬币内部是钢芯，表面就是镀镍，日常环境使用几乎是不会变色腐蚀。还有很多产品都有镀镍工艺，像是厨房浴室里面的东西。对了，以上我讲的这些电镀技术，你们不要在现有流通的货币上乱镀啊，小心进去了也别说是在我这学的。与此同时，我这还有一瓶购买的光亮镀镍液，据说是镀出来就比较光亮，我想看看究竟是怎么个光亮法，所以我打算在铜钱上电镀这个。倒入镀镍液，从颜色上看，与我之前的没有什么区别。将镀液用电磁炉水浴加热到50-60度。与此同时，趁这段时间将铜币电镀的预处理完成。这个过程我之前讲了，就不再重复说明。电源正极接镍片，电源负极接镀件，放进电镀液。效果差不多了，拿出来水洗，确实比较光亮。这样效果更直观一点。
不管有没有什么违和感，反正瞬间收藏价值就上来了。下一期我将讲讲电镀经营方面的过程，本来是想在这一期讲完，我决定还是控制一下时长比较好。好吧，下期见。